3年半都获得了我们专业的是第1名。在中国的话，这个国家奖学金它的含金量其实是很高的。获得国家奖学金的人呢，其实寥寥无几，每个专业可能也就那么1个2个。就是方法到底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你在工作中、生活中和学习中，也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的几个小小的方法。当然，这些方法是我自己个人长这么大以来总结出来的。如果你觉得你适合用这些方法的话，你就采纳。如果说你正在使用，或者你已经使用过了，你觉得这个方法不太适合的话，那其实你就可以去寻找其他的方式，能够让自己的效率提升起来。说到提升效率的话，我一直认为很多事情我们做起来其实没有必要去拖时间，因为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嘛。我们只要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尽量的把事情能够做好，能够做到你自认为的就是尽善尽美就够了。所以我一般比较在意的是工作或者做一件事情的一个效率问题，它不关乎时间的长短，可能你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到非常的仔细，也可能说你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。但是这个呢，前提都需要你投入100%的这个注意力和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高度的一个紧张。为什么说我觉得这些方法好用呢？那就是我在大学的4年之内，我3年半都获得了我们专业的是第1名。那其实这个第1名给我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益处呢？就是最后在大3的时候，我获得了一个国家奖学金。大家知道，其实国家奖学金在中国的话，因为它是由教育部颁发的嘛。在中国的话，这个国家奖学金它的含金量其实是很高的。它不仅代表了你大学4年的一个学习上面的态度，更代表了你的一个综合能力。因为它考察的不仅仅是成绩，还包括很多，你参加的课外活动，或者学生活动，或者一些竞赛，或者其他很多可以表现出你的一个综合特长的一个能力。所以，获得国家奖学金的人呢，其实寥寥无几，每个专业可能也就那么1个2个左右，或者最多也不超过4个吧。所以我们专业是只有我1个人获得了这个国家奖学金证书。然后又给大家透露一下什么呢？就是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，下面机械工程大类下面的一个车辆工程专业。这个车辆工程是面向高铁、动车和铁路这么一个方向的。所以我们专业100个人，其中有9个女孩子，剩下都是男孩子啊。这个9个女孩子呢，也是在学习上面都是非常的，第一说是刻苦是肯定的，因为我们毕竟学的学科不是文史类，而是偏理工类的，它可以说是纯工科吧。所以女孩子目前她们的状态是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发热的。她们有去做这个动车研究的呀、设计的呀，还有当然也是考取了研究生啊这样。所以这个整体来说，我们专业的一个学习氛围其实还是不错，大家都是在这种比较相处着非常自然、非常舒服的状况下去努力的学习，然后最终现在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了自己的特长。我在本科的时候呢，我是参加了各种的比赛学生活动、综合活动。这个比赛呢，也是我们专业类的一个比赛，它是考察的一个3维数字设计，然后最终也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的1等奖、2等奖当然我有2个项目，所以这个也是含金量比较高的。另外就是学生活动，所以你在这么多活动之间去调整自己的一个时间，然后你还要去放时间在学习上面，所以它对你的一个做事情的一个效率的考察程度是应该非常高的。我就是想说一下，就是方法到底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。第一点，大家都关注的，因为最近大家也都在说这个什么睡眠日中国人的睡眠平均不到8个小时%多少，1半的人都不到，就是说8个小时的。所以我提倡的是早睡早起，因为早起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早起它可以让你一天的效率都提升上来，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每天会大概6点半起床，
然后就做很多，比如说先get ready啊，吃早餐啊，然后就是化妆啊，这些都做好之后呢，我会进行我自己的一个学习，就是除了工作之外，就是你9点上班的话，9点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属于自己的，你可以读书啊，看一些比如说你喜欢的这种知识类的分享啊，这样。短时间内看不出来非常明显的效果，但长时间它就是知识的这个积累呢，它长期就会变成一个质的一个飞跃。所以我认为早起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想粗略的算一下，如果你跟自己相比的话，每天可以提前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起床，那么你短短的1个月或者1年，你能获取多少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，放在一件事情上面？所以我认为这个早起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把刷手机的时间尽量的减少。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个我的这些方法，可能我最大的竞争者不是屏幕前的你们，也不是别人，而是一个手机，就是你可能在看手机、刷手机，所以这个手机呢，它会去分散你的一个注意力，你做事情的这个注意力可能就没有那么集中了，所以我会规定一段时间不看手机去做我一天的工作。这一段时间内，我是把手机调静音的，你就不会收到这些信息的打扰，因为手机上面的内容实在太多了，你是永远都刷不完也看不完的。第3点呢，我一直以来我从很小的时候，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在用的一个方法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会总结很多的东西，把它都列在纸上。比如说我今天要做的所有的任务，我会列一个清单出来，就一个 list。那么现在有手机了，大家可以用手机上的，比如苹果手机上面就有 reminder， 把你每一条都列在上面，包括你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。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的一个list。所以这样你每做完一件事，你就可以把它划掉，或者是把它删掉，那么你就会有一种自我满足感。而且它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可以防止你今天重要的事情被遗忘，而且它可以帮助你总结你所有就是想做的事情。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有很多事情要去做，对吧？然后你的思绪又很乱，所以你就理一理，把它都理下来，列一个清单在上面。这样每当你做完的时候，你就会非常有成就感，而且它会有一个记录，这个记录上面就会显示你完成了多少，你有多少条项目的准备去做。当然你不用 reminders， 你用其他，比如日历表啊、日程表啊，这些都可以。就是这个，没办法聚焦，就是 reminders。如果大家使用苹果手机的话，但是我觉得其他手机应该会有类似的这种 app 吧。你找到这个 reminders， 我里面都会列出一些很多的，就是关于我要做的一个 to do list。比如说这个是我工作上面需要做的一些内容，它前面刚好还有这个圆圆的，如果说你做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点击它，它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比较方便，而且它也很智能。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个人提升一些方面的，或者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，不要忘记了，都会记录在上面。然后每一条呢下面也会有一个 description， 就是你有一个详细的描述。如果你能利用的很好的话，它是非常能够帮助到你的，而且它也非常方便、非常容易的可以获取。你直接在手机上点开，直接输入文档就可以了。所以很多事情怕自己忘记，就放在这个任务清单里面，然后一条一条的去过，一条一条去看，我今天要完成什么，明天要完成什么，那这就可以提醒你很多重要的事情不会忘记。第4点呢，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利用碎片化的时间。碎片化的时间也是真的非常重要。你在坐车的时候，或者你走路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说是听一段，比如说知识的分享啊，或者是你喜欢的各种视频啊，或者是你看到的一句话啊，它都可以对你的一个脑细胞进行一个刺激，然后你就可以不断的这样记下来、记录下来，或者是读书啊，你就读1页、2页、3页，这样都好，这都是一种推进，一种动作，对吗？比如说你吃饭的时间，你可以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，或者是新闻啊这样。或者是读书啊，这都可以。你长时间还是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最后一点，我想说的就是，我会借助一些外力来帮我提神，然后达到一个工作效率最高值。这样，
外力是什么样呢？外力就是一般我喝的咖啡，这个咖啡目前来说对我还是有效的。第一，我是觉得它是一种享受吧。第二呢，就是你喝完咖啡之后，你会觉得哇，就是我确实是会精神，不会犯困，所以做事情的时候集中度、注意力也会比较集中，然后你这个做事情也会比较认真。当然你可以用其他方式，比如你对这个咖啡因比较敏感，晚上无法入睡的话，你可以稍微喝一点点的茶呀。另外你可以就是说去喝一点你喜欢，比如冰的一些东西啊，来刺激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精神。这就是我以上分享的几个我日常生活中会应用到的几个小方法，能够帮我保持我的精神饱满啊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其中有你喜欢的或者你想做的话，你都可以去采纳，然后并且试一试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就不要忘记关注我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